掌管尼希拉克王朝的施姆沃坎法皇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这位法皇向来瞧不起低等种族，所以帝国的攻势只是让他感到格外愤怒。这些肉身蛆虫竟然敢破坏自己的领地，弱者怎敢向强者发起挑战？无数的问题灼烧着施姆沃坎的机械神经，他愤怒地登上了自己的生木指挥驳船，亲自率军对帝国展开反击。数千太空死灵武士进入峡谷，武器喷出的高斯能量将入侵者活活撕碎。古墓之刃在风雪的掩护下扫射，不仅击倒了战斗修女，还将石化蜥蜴火炮和尼曼鲁斯坦克变成了废铁。悬浮在后方的重型战争机器在风雪中若隐若现，用炙热的能量轰击着帝国前线，每发光束都将整队的战斗修女和星界军化为了灰烬。与此同时，在战场中心，施姆沃坎法皇正带领着灵柩卫队进军，轻而易举地将帝国的战线斩成两段。艾菲瑞尔看到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从帝国骑士们对防御设施发动的必死冲锋，到帝国将士和太空死灵间无休无止的血战，他都看在眼里。他虔诚地祈祷，祈求神皇降下恩惠。他坚信自己预示中的末日已经过去，凯甘尼尔也将带领着死神军前来增援。从一开始，艾菲瑞尔选择这个地方发动进攻，有他自己的理由。这里是个网道和现实宇宙相接的地点。当艾菲瑞尔看到光芒从大门中亮起时，他相信一切都将迎来转机。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从大门中走出的并不是灵族的渗透部队，而是太空死灵的增援大军。但就在帝国部队即将陷入劣势时，位于中心位置的一座墓石大门发生了剧烈爆炸。那些幸存的炽天使和风天使们周身闪耀着神圣力量的光芒，从废墟中一跃而起，继续与死灵作战。艾菲瑞尔看着他们，明白自己也必须全力以赴。属于帝国的胜利绝不能被太空死灵夺走。怀着此等信念，艾菲瑞尔双目涌出火光，周身环绕雷霆烈焰，从战场中央腾空而起。驱魔圣位所到之处，原本还陷入失魂静止的战士竟然重新站了起来。这一幕也让施姆沃坎法皇目瞪口呆，墓穴祭司们的意志场不是能压制灵能使用的吗？也不怪施姆沃坎法皇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毕竟这些奇迹并非来自亚空间邪力，而是源自对帝皇的神圣信仰。当然，帝国的战士们早已心知肚明。伴随着响彻云霄的圣歌和祈祷，艾菲瑞尔一路杀穿死灵战线，将第二座墓石大门也变成了废墟。冲昏头脑的法皇命令死灵军团再次发起进攻，但这次却是帝国军队冲垮了太空死灵的阵线。幸存的帝国骑士们从两侧的高地上向太空死灵的侧翼发起冲锋。与此同时，艾菲瑞尔一路杀到了施姆沃坎法皇身前，与之展开了一场决斗。法皇的权杖光束四射，灵柩卫队的利刃疯狂挥砍，但这些磨练了数个纪元的战士仍然无法抵挡驱魔圣位的疯狂怒火，灵柩卫队一个接一个的倒下。最终一道圣光闪电劈毁了施姆沃坎的指挥艇，将他高贵的身躯变成了一团冒烟的废铁。在法皇倒下后，激烈的战斗又持续了1个小时，但此时帝国军队已重拾信心，太空死灵却群龙无首，所以战斗的结局早已注定。随着最后一座墓石大门轰然倒塌，周边的建筑也被骑士的近距离火力彻底摧毁。众人也认识到了信仰是对抗失魂禁制的利器，卡利德斯战斗群依然有机会反败为胜。随着帝国在切瑞斯取得胜利，虚灵死域的战斗进入了新的阶段。战斗群指挥部也已经认识到了信仰在战斗中的重要性。战斗修女、黑色圣堂以及无数的国教牧师赶赴前线，用他们的狂热信仰鼓舞着帝国的战士们。与此同时，在太空死灵这边，人类对反非物质体节点矩阵的抗性让启明者萨拉斯颇为不解。他和手下的技师们从各个战场收集样本，夜以继日地进行解剖研究，试图搞清楚人类到底耍了什么灵能把戏。尽管被抓来的凡人俘虏宣称这是信仰带来的神迹，但启明者萨拉斯等人对此不屑一顾。太空死灵早已见过自己的神，并且将其碾为了碎片。既然连新神都沦为了手下败将，他们自然不相信这些低等种族的神明能与太空死灵的强大科技相抗衡。在萨拉斯钻研之时，战火依然连绵不断，从瓦埃姆斯的反攻到帕拉迪斯2号的死亡行军，再到沃尼安的激战，每一场战斗都见证了帝国军队的强大。虽然驱灵死域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早已被信仰带来的守护之力所削弱。
此外，大批由战斗牧师组成的教团登上了几艘试图离开的通讯船，为船员带去了狂热的信仰，成功帮助舰船逃离了驱灵死域，带回了受命镇压叛乱的几支行动部队。然而迄今为止，帝国军队还是没能摧毁任何一座太空死灵尖塔，也没能进一步理解这些建筑的目的和运作方式。因为战斗群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对抗死灵军团，因此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便落到了大审判官凯尼亚·德拉克斯身上。在研究过大量战略计划、占卜预言和异形资料后，德拉克斯女士将目标定在了驱灵死域深处的特雷提卡星系。第7行动部队曾经前往该地进行侦察，但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支伤亡惨重的中4风暴兵小队成功返回。这支小队当时带回了大量照片、辽普仪数据和头盔影像。资料显示，该星系中的3颗行星被脱离了原本的轨道，正围绕着太空中一座庞大的黑色人造物体旋转。能量信号表明，每颗行星上都至少有一座黑石尖塔。幸存士兵诉说的战况也让德拉克斯进一步了解了墓穴的内部细节。无论这个巨型物体是什么、有什么用，它都是帝国在驱灵死域中见过的最特别的建筑。凯尼亚·德拉克斯决心要解开其中的秘密，于是审判官亲自组建了他的远征队伍，即第14行动部队。这支部队包括来自死亡守望、黑色圣堂的星际战士、战斗修女、中4风暴兵和来自黄泉8号铸造世界的技术神父密会。不过他们此行的目标并不是摧毁特雷提卡星系中的黑色尖塔，而是尽量收集能够帮助卡利德斯战斗群理解神秘造物并击败太空死灵的情报。然而那些逃离特雷提卡的中4风暴兵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埋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因为留着他们有用。同样渴求真相的启明者萨拉斯给他们植入了锁心甲虫。启明者明白，无论人类派什么战士过来，都将是非常合适的审讯对象。萨拉斯希望他们的知识能够解开自己的疑问，他的主人还等着节点矩阵起效的消息。任何人类害虫的抵抗都应该被迅速而无情地清理掉。不过启明者萨拉斯还是失策了。凯尼亚·德拉克斯在踏入陷阱之前就发现了锁心甲虫对部下的影响，但他将计就计，还带上了一位太空死灵绝对无法理解的战士——驱魔圣卫埃菲瑞尔·斯特恩。当第14行动部队抵达特雷迪卡星系时，他们就在静止的亚空间潮汐中损失了一艘舰船，并且与太空死灵发生了数场遭遇战。现在行动部队必须立刻采取行动。黑色圣堂元帅库尔兹率领一支部队向特雷迪卡德斯特世界发动突袭。与此同时，战斗修女和风暴中4兵对特雷迪卡福提斯世界上空的一座神秘死灵科技轨道平台展开了联合打击。当辽普一确定死灵战舰被这2处佯攻所吸引时，德拉克斯便带领部队执行了真正的突击任务。他们的目标是特雷迪卡阿达西斯世界，这颗星球是被囚禁的3颗行星中最大的，拥有最为强大的黑石尖塔能量，同时也是幸存风暴中4兵最后的撤离点。特雷迪卡阿达西斯原本是一个繁荣的朝都世界，然而太空死灵的移星工程给这颗星球带来了毁灭，火山爆发带来的灰烬填满了破碎的大气层，坍塌的朝都成为了无数帝国子民的坟墓。在这颗星球上矗立着3座巨大的死灵尖塔，一座位于阳面，一座位于阴面，第3座也是最大的一座位于晨昏线的边界上。而审判官德拉克斯的巡洋舰圣骑之影号正是向着这第3座塔进发。虽然特雷迪卡阿达西斯也在太空死灵轨道部队的监视之下，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现这艘巡洋舰，任凭它从自己的炮口下悄然经过。其他人认为这可能是战舰特殊护盾的功劳，毕竟是基于民族的全新立场技术建造的，但凯尼亚·德拉克斯知道这是启明者萨拉斯在诱敌深入。无论结果如何，审判官都会利用好太空死灵的轻敌，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好准备。圣骑之影号现在距离塔顶仅仅数英里，这样近的距离也让尖塔的影响极为明显。成群结队的狂热牧师们在甲板和船舱中奔走，他们高声祷告，焚烧圣香，保护船员们不受失魂禁制的影响。覆盖全新立场的炮艇从巡洋舰中跃出，驶向了尖塔脚下的墓穴建筑。这些在夜色中发光的建筑立于朝都的残骸上，让所有人都对太空死灵的所作所为愤怒不已。但直到炮艇降落，死亡守望、战斗修女和技术神父组成的部队搭乘装甲运兵车从中驶出时，众人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太空死灵的踪迹。然而当炮艇准备返航时，启明者萨拉斯展开了行动，闪着绿光的传送门展开，飞出数架毁灭之镰和暗夜之镰。
毁灭之年的炮火贯穿了撤退的帝国机群，几架炮艇拖着火光旋转坠地。与此同时，暗夜之年在周围的废墟上开启了虫洞，地面上瞬间出现了由不朽者与灵柩卫队组成的精英大军，将帝国军队团团包围。凯利亚·德拉克斯也发现了指挥太空死灵的正是启明者萨拉斯，立刻明白他便是这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德拉克斯拒绝了太空死灵的投降要求，因为风暴军头盔摄像资料中拼凑出的信息让他早已有所准备。在义务派技术神父的帮助下，他早已发现此地暗藏着太空死灵传送门，并借此计划好了下一步计划。帝国军队并没有像萨拉斯预想的陷入恐慌和混乱，反而全速前进。一时间爆弹轰鸣，炮火纷飞，装甲运兵车队碾过太空死灵，直奔最近的传送门。太空死灵们迅速还击，瘫痪了一辆又一辆运输车。然而大量的帝国战士还是成功抵达了传送门，众人迅速下车按计划行动。技术神父前去处理传送门的异形机魂，死亡守望和战斗修女们则用火力提供掩护。太空死灵步步紧逼，萨拉斯一边气恼地呼叫支援，一边用邪术长枪将帝国战士化为灰烬。但就在他们摧毁帝国的防线之前，技术神父抢先完成了操作。太空死灵只见眼前一亮，德拉克斯和他的战士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死亡守望安置的岩石炸弹引爆并摧毁了传送门，太空死灵只能被迫停止了追击。启明者萨拉斯的气恼在此刻变成了纯粹的愤怒。而当视线来到审判官这边，德拉克斯和艾菲瑞尔一行人发现自己来到了某个死灵建筑深处，他们判断这里就是围绕在黑石尖塔底部的迷宫建筑，周围全是诡异的异形机械和迷宫般的建筑。众人晕头转向，只能跟着鸟谱仪传回的失真信号前行。德拉克斯的目标是一种被义务派称为记忆水晶的设备，这些水晶是太空死灵的知识库，他曾经在风暴军的头盔影像中看到过。一旦成功拿到这件东西，义务派就能逐步解出其中隐藏的信息。无数民工构造体从黑暗中涌出，又被轰鸣的爆弹毁灭。太空死灵武士从闪光的大门中冲出，与帝国军队展开了激烈交锋。最终，艾菲瑞尔斯特恩成功带领减员的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在帝皇的指引下，驱魔圣卫带着众人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舱室，其中的庞大死灵机械轰鸣不断。在这些异形科技的中央，悬着一个高大的人形身躯，他的身体由活体烈焰组成，被绿色的能量网束缚着。帝国军队没时间去思考这个星神碎片最终会有怎样的下场，因为他们刚一到达，就有大批死灵从阴影中现身，对其展开攻击。而在义务派技术神父的提醒下，德拉克斯终于找到了那些记忆水晶，他们被封在星神碎片旁的悬浮机械中。审判官命令死亡守望和战斗修女构建防御工事，自己则与技术神父一起夺取记忆水晶。一波又一波太空死灵冲向帝国军队的防线，爆弹将死灵的机械身躯炸得粉碎，等离子和热熔又进一步将其焚毁。然而每当一个死灵在闪光中消失后，就会有更多新的死灵武士加入战斗。艾菲瑞尔斯特恩在战斗中身先士卒，驱魔圣卫的神圣能量将不死异形的身躯粉碎，凯甘尼尔也挥舞着双刃在死灵中厮杀。然而太空死灵仍在不断的缩小包围圈，启明者萨拉斯也在阵线后方再度现身，这次他带来了一堆强悍的太空死灵战争机器。末日方舟和三圣追猎者的猛烈炮火，即便是狂热的战斗修女和经验丰富的死亡守望，也无法在此等火力面前坚守阵地。一支又一支的杀戮小队被焚为灰烬，一队又一队的仇天使死在了原地。但就算在被太空死灵淹没之时，他们也不曾松开手中的扳机。艾菲瑞尔和凯甘尼尔则相互依靠，决心与太空死灵战斗到最后一刻。但这时众人却听到了德拉克斯的欢呼，他终于取出了记忆水晶。不过挖取行动还是将4个义务派神父化为了焦炭。但德拉克斯发现自己的人手已经寥寥无几，已经没有能力撤退了。就算真的能突围，他们也必须在危险的墓穴中摸索出路。不过这支伤亡惨重的部队必定坚持不了那么久。德拉克斯冷静地评估着仅有的几个选择，然后选择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事。他转身将动力拳狠狠砸在了束缚星神的机械上，将其锤成了一团冒着火花的废铁。如果说审判官是希望引发混乱掩护众人撤退，那么他不但做到了，甚至还超出了预期。只见星神囚笼瞬间破碎，流火轰击接踵而来，这是星神碎片降在太空死灵身上的狂暴怒火。太空死灵连忙将火力转向被释放的星神碎片，德拉克斯、艾菲瑞尔、凯甘尼尔以及几个幸存的战士则抓住机会逃离。启明者萨拉斯的声音也从愤怒变成了恐慌，竟一时间忘记了人类入侵者的存在。
然而即便如此，众人的生还希望依然渺茫。此时德拉克斯突然感觉到有人正注视着自己，他一抬头看到的竟是心神碎片的面容和指向自己的手。大审判官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知道自己为帝皇尽忠的时刻终于还是到来了。随着一阵令人作呕的震颤，周遭的一切瞬间被强光和炙热吞没。但当德拉克斯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更不可思议的是，审判官和幸存的战士们都被传送出了太空死灵墓穴，回到了轨道上的巡洋舰剑桥中。被众人吓傻的警卫渐渐停下了呼喊。无论心神碎片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理由，从结果上来看，他确实救了德拉克斯一行人。大审判官很想去思考这一行为背后隐含的种种可能，但现在他决定将此事暂且搁置。当务之急是命令行动部队立刻撤退，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卡利德斯战斗群。他已经拿到了记忆水晶，现在是时候证明它的价值了。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寂静王亲自来到了古墓世界，视察驱灵死域的进展以及对人类的作战情况。而来见他的是启明者萨拉斯、其他的太空死灵霸主和3000名三圣禁卫。随着斯扎拉克的到来，死灵大军发动了一场多达数百万人的大规模进攻，其中寂静王多次出现在战场的前线，击退了帝国军队。虽然为敌人提供了投降的机会，但令启明者萨拉斯为难的是，他从未收到过投降的请求。在罗尔加斯提斯三世上，一支由游骑兵和暴风突击队组成的帝国卫队试图突围，寂静王放走了一些人，让他们到达了登陆艇并成功撤离，然后用5枚心神碎片和一支由歼灭者驳船与民工幽灵组成的庞大部队消灭了他们。在波利西斯，寂静王命令墓穴祭师释放了民工甲虫，撕碎了被围困的帝国军队。与此同时，太空死灵霸主卡勒普塔在波利西斯的卫星上停止了前进，以迎接一名星际战士连长的挑战。但他发出的决斗邀请并没有得到回应，反而遭到了帝国的反击，这是对卡勒普塔荣誉的侮辱。寂静王对此感到十分的愤怒。在撤出太空死灵的部队后，他出动了自己的私人战舰银灭之歌号，进行了持续轰炸，将波利西斯及其卫星连同上面的害虫尽数毁灭。与此同时，法皇舍姆沃克正在重生，但现在只能通过较低级的太空死灵领主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他的部队在格本星云摧毁了一支帝国舰队，然后又消灭了那里的人类。占星者奥尼坎和他的墓穴祭师率领一支由萨雷汉、奥鲁斯赫和沃尔特普王朝组成的混合王朝军队，攻打了位于凡提斯3世的战斗修女堡垒。尽管有许多忠诚的附庸为他而战，但寂静王斯扎拉克也面临着太空死灵的内部矛盾和阴谋。无尽者塔拉辛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发动军队绑架了一艘人类舰船上的船员，从而暴露了太空死灵在星系中的位置，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海战。迫使寂静王的死中，霸主内什卡法尔的部分舰队牺牲。奥鲁斯克王朝的法皇则拒绝出兵援助寂静王，但他的领主拉克什姆特则率领5万战士与法皇展开了一场争夺战。据说他可能得到了三圣议会的默许。而该地区的其他小王朝则经常将战争作为解决自身争端的办法，顺便吞并了邻近王朝的领土。菲特泽什甚至与忠于寂静王的尼希拉克王朝发生了冲突。沃珍斯卡法皇则专注于一场非凡的复仇远行。身为宗族的最后一员，他率领死灵军团对抗着从银河系东南部袭来的绿皮。当寂静王巩固了自己在驱灵死域的势力后，黑色圣堂元帅雷克特·阿鲁尔夫和帝国之权中尉霍尔格·斯托恩沃领导的星际战士发动了反击。尽管战斗群司令马伦的顾问建议他们撤退，在帝国军队屡战屡胜的同时，切尼斯特的帝国灵能者们举行了一场灵能仪式。虽然许多灵能者因此丧生，但却暂时打破了失魂禁制对该世界的影响。切尼斯特得以重新与帝国圣将建立联系，并有希望获得增援。随后，帝国军队也在特雷迪卡、伊格和格拉尔取得了数场胜利，但由于消耗过大、补给短缺，众人都感到疲惫不堪。同时，驱灵死域也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很快，帝国的进攻在面对太空死灵的反击时被碾压了。越深入驱灵死域，帝国的攻势就越疲软。而太空死灵则利用其卓越的技术和对驱灵死域影响的免疫力，迅速摆脱了来袭的帝国军队，并调动部队与之对抗。